KD 指标的全名是随机指标 KD 在量什么？他在问一个问题：最近这段时间收盘价比较靠近高点还是低点？越靠近高点，市场偏热；越靠近低点，市场偏冷。它是一种动能情绪指标。KD 指标由两条线组成 ，K 值快线代表快速的随机值，反应较灵敏，向情绪反应快。D 值直慢线是 K 值的平滑移动平均线，反应较迟缓，被视为主信号线，向理性反应慢。数值范围固定在0到100，部分系统会加入 J 值，反应更灵敏，可领先 KD 值显示转折。虽然计算公式可以由人体自动完成，但理解其逻辑有助于应用。计算未成熟随机值 RSV， 这是 KD 值的基础。RSV 等于今日收盘价、最近日最低价、最近日最高价、最近日最低价乘100，将今日收盘价放在过去n天，通常设为9天的价格范围内进行评分。如果收盘价接近日最高价， RSV 就接近100；如果接近日最低价， RSV 就接近0。RSV 等于50，代表收盘价刚好在中间。今日 K 值等于昨日 K 值乘2/3，加今日 RSV 乘1/3。今日 D 值等于昨日 D 值乘2/3，加今日 K 值乘1/3。简单说， K 线是 RSV 的移动平均， D 线是 K 线的移动平均，因此 K 线对价格变动反应较快， D 线较慢。主要应用在以下3个方面：一、看位置80、20的超买区，超买区高档 KD 值大于80，市场偏热，追价多。意思不是一定会跌，而是再涨的风险变高，是潜在的卖出或减码警示信号。超卖区低档 KD 值20，市场偏冷，恐慌多，意思不是一定会涨，而是再跌的空间可能有限，是潜在的买入或加码警示信号。中性区整理区 KD 值20-80，正常波动区，多空拉锯，最容易洗来洗去。提醒您，在强势的多头行情中，股价可能长时间处于超买区 ，KD 大于80钝化而不下跌；在空头行情中，也可能长时间处于超买区 ，KD 20钝化而不反弹。因此进出场不能只靠 KD 脱离超买区，就是在盘整行情中特别有效，但在强趋势行情中需谨慎使用，并务必与其他分析工具结合，以过滤假信号。2、看交叉，黄金交叉与死亡交叉。黄金交叉偏多讯号，当 K 线由下往上穿过地线，且交叉位置在低档，例如20以下或附近时，像是情绪开始回温，是较强烈的买入讯号，表示跌势可能反转。死亡交叉偏空讯号，当 K 线由上往下跌破地线，且交叉位置在高档，例如80以上或附近时，像是热度开始退烧，是较强烈的卖出讯号，表示涨势可能结束。请守投资纪律，这段很重要。KD 不是告诉你买或卖，不是拿来追高杀低的。KD 是辅助灯号，不是方向盘，它是拿来提醒风险的，提醒你现在是不是该冷静。总之 KD 看的是情绪温度，不是未来命运。常见错误用法， KD 大于80就空， KD 20就全压，这样很容易被趋势修炼。正确用法，低档 KD 加价值，均线大盘的1比，成交量；高档 KD 减码，观察不追。3、看背离与价格走势不一致，预示趋势可能反转的强烈信号。价格创新高，但 KD 没有创新高，就是顶背离，暗示上涨动能减弱，是多头力道衰竭的警告，可能趋势反转向下。价格创新低，但 KD 没有创新低，就是底背离，暗示下跌动能减弱，是空头力道衰竭的警告，可能趋势反转向上。背离是 KD 指标中预测性较强的信号，但需要等待价格实际转向确认。实战注意事项与优缺点。优点，能快速发出买卖讯号，适合短线操作，有固定的0到100区间和明确的超卖界限，广泛用于股票、期货、外汇等市场。缺点与使用限制，在盘整行情中， KD 可能在高档和低档间快速摆动，产生许多错误的交叉信号，
俗称 KD 的话，因为它过于灵敏，容易产生杂讯，趋势行情中容易失效。在强烈的单边上涨或下跌趋势中，KD 会长时间停留在超买或超卖区，此时依其信号操作容易过早卖出或过早买入，而错失大波段行情。KD 由价格计算得出，本质上仍落后于价格，是落后指标。总之，必须与其他工具结合，与趋势指标搭配，如移动平均线 MA、MACD， 先判断市场处于趋势还是盘整，与价格形态、成交量、支撑压力位一起分析，进行多重确认。用2个故事来说明 KD 指标的精髓。故事1：航海者的温度计。有一位老船长，每天出海前都会看4样东西：天气、海流、温度计、KD。他还会看港口里有没有人真的在搬货，成交量。KD 是温度计 K 线，像年轻水手，情绪来得快。 D 线像老船长，判断慢淡了。温度范围0到100度，成交量等于火焰劳动的人数。如果温度上升，还要看火有没有真的点起来。第一幕，寒流来袭 ，KD 小于20。此时 KD 在20以下，很冷，但是没有火，成交量越来越少，这是等一下的讯号。KD 低加2缩，又冷又没人动，港口像空城。老船长摇头，还没人想出航，市场还在观望，不急着上船。某天 KD 都掉到20以下，港口冷清，水手们抱怨完了完了，海要沉了。但老船长没有逃，他只是说一句话：现在很冷，但冷不代表会再更冷。守纪律的动作应该是不追杀，小心靠岸，记录，观察，准备补给。反正不是立刻满仓出航，低档不等于立刻买。第二幕，回温，黄金交叉。此时 KD 在20以下，很冷，但是有火，成交量慢慢变大，这是好讯号。KD 低加2缩，天气虽冷，但是港口却开始有人生火搬货。老船长说有人偷偷在准备出航了。几天后，这线慢慢往上穿过地线，这叫黄金交叉。海面开始有风有流，老船长点点头，情绪开始回来了，这是最漂亮的回温前兆。守纪律的动作应该是有资金进场，下跌动能在减弱，小幅出航是水温，不急不贪。第三幕，烈日高温 ，KD 大于80。此时 KD 大于80，很热，还在烧，成交量放大，这是好讯号。KD 高加量增，但是要小心，港口很热闹，火烧得很旺。老船长不会立刻走，但会说风一变就要跑，只适合守，不适合追。航行一段时间后，港口热闹，每个人都说这趟一定大赚。KD 温度计显示85、90、95，老船长却开始收帆。太热的时候最容易中暑。守纪律的动作应该是不加码，检查风向，慢慢卸货，不是立刻返航，而是防晒防中暑。趋势还没完，但风险快速上升。第四幕，退烧，死亡交叉。此时 KD 大于80，很热，但是没有火，成交量却缩，这是假热讯号。KD 高加2缩，太阳很大，但港口没什么人。老船长立刻警觉，这是晒太阳，不是做生意。突然 K 线掉头，跌破地线，这叫死亡交叉，风向开始了。老船长下令收帆回港。守纪律的动作应该是减码，停止远航，等下一次天气变化。追价力道不足，容易回头修正，最容易套人的区域。老船长的最后一句话， KD 不是告诉你去哪里，而是提醒你现在适不适合冲。把故事变成一句口诀：冷时不恐慌，回温时试探，过热时不追，退烧时收手。低档看量是不是有人点火，高档看量是不是快没柴。没有成交量的 KD
只是温度计会掉。如果您欣赏本期内容，别忘了订阅与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收到更新通知。也可以按赞来保留影片，方便重复观看。您的分享是创作莫大的鼓励。故事2：老王包子铺的人气温度计。老王，包子铺老板，急性子，容易跟住眼前的人群情绪走，他代表 K 值。老张，老王的合伙人，慢性子，做事稳重，总要观察一阵子才下结论，他代表 D 值。街坊邻居，买包子的客人，代表市场上的买卖力量。第一幕 RSV 今日生意好不好？找出相对位置。老王包子铺每天记录卖出的包子数量，为了知道今天生意到底算特别好、特别差，还是一般，老张想了一个办法，他拿出最近9天的销售记录本，找到这9天里卖的最多的一天，比如500个，和卖的最少的一天，比如200个，然后他看今天卖了多少个，比如450个。老张会算一个今日人气分数 RSV， 今日销量，最近9天最差销量，最近9天最好销量，最近9天最差销量，用数字算450到200，除500 200等于250 300，约等于83分，满分100。这个83分的意思就是今天的生意比过去9天里83%的日子都要好，这是一个很高的分数，说明今天人气非常旺。第二幕 K 值与 D 值，急性子与慢性子的判断形成指标线。老王急性子 K 值的反应，他看到今天 RSV 高达83分，马上兴奋地说：老张，今天人气爆棚，明天我们得多做点包子，还要涨点价。 K 值的性格对每天的人气分数 RSV 反应很快，情绪容易当天就被点燃或浇灭。老张慢性子 D 值的反应，他摇摇头，翻开笔记本说：老王，别急，我看了你过去几天的兴奋程度，也就是 K 值的平均值，虽然也在上升，但还没到你今天这么夸张。我们再观察一下，如果明天、后天人气还是这么旺，再来增产也不迟。 D 值的性格，他不只看今天，更看重老王最近几天的平均情绪。 K 值的移动平均反应更慢、更平滑，用来确认趋势。图表上，老王 K 线和老张 D 线的判断变化，就画成了2条上下缠绕的曲线。第三幕黄金交叉与死亡交叉买卖信号。黄金交叉，买入加码信号，包子铺生意差了好几天，某天突然变好。老王 K 值先察觉到情绪从谷底转为乐观向上拐，并且他的乐观程度终于超过了老张 D 值持续的谨慎态度 K 线上穿地线，而且这个交叉发生在生意非常冷清低档区的时候。结果两人一致决定明天开始多做点包子，这就像投资中的买入信号。死亡交叉，卖出减码信号，包子铺生意火红了好一阵子，某天开始人潮有点减少。老王 K 值先感到不安，情绪由乐观转为谨慎向下拐，并且他的谨慎程度终于让老张 D 值也认同了 K 线下穿地线，而且这个交叉发生在生意过度火爆高档区的时候。结果两人一致决定明天开始少做点，免得包子卖不完，这就像投资中的卖出信号。第四幕超买与超卖人气的极端状态。超买人气沸腾，大于80分，包子铺连续几天大排长龙， RSV 分数天天超过80。老王和老张的人气判断值 KD 值也都在80以上，这时街坊都在抢包子，甚至有人囤货。内涵，这暗示想买包子的人可能都快买完了，市场过热，随时可能因为后继无人而冷却，价格回调。这时看到死亡交叉就要特别小心。超卖门可罗雀20分，包子铺连续几天没啥客人， RSV 分数天天低于20。老王和老张的人气判断值 KD 值也都在20以下，这时大家都不想买包子，甚至传出负面谣言。内涵，这暗示想卖包子或不想买的人
可能都快卖完或发泄完了。市场过冷，随时可能因为一点好消息而回暖，价格反弹。这时看到黄金交叉，就值得留意。第5幕背离最重要的警告信号，人气与价格脱钩。这是故事最精彩的部分，顶背离危机潜伏。包子铺的销量股价创了新高，比如卖了520个，但老王和老张计算出的人气综合指数 KD 值却没有跟住创新高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表面上生意更好了，但内在的人气支撑力已经在减弱了，可能只是因为有旅行团路过，而不是老顾客增加了。这是一个强烈的警告，繁荣可能难以持续，趋势或许即将反转向下。底背离转机暗藏，包子铺的销量股价创了新低，比如只卖了150个，但老王和老张的人气综合指数 KD 值却没有跟住创新低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表面上生意更差了，但内在的下跌压力已经在减轻了。最忠实的顾客依然在，只是大家在观望。这是一个强烈的暗示，最坏的时刻可能即将过去，趋势或许即将反转向上。故事的教训 KD 指标就像一个人气冷暖计，它测量的是当前价格包子销量在近期波动中的相对强弱位置。K 线是急性子，D 线是慢性子，它们的交叉意见一致是短期行动的信号。超买和超卖就像人气沸腾和门可罗雀，提醒极端状态，但不代表立刻会转向。背离是最高级的预警，当价格创新高、新低，当 KD 没有时，就像表面繁荣但内需，或表面绝望但暗藏生机，是趋势可能反转的最重要线索。如果包子铺突然因美食节目爆红，强势多头趋势，人气冷暖季会长期卡在沸腾区 KD 高档多化，这时跟住它卖出就会错失大行情。反之，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问题，强势空头趋势，它也会长期卡在冰点区 KD 低档多化。所以这个冷暖季在行情震荡，有起有伏时最管用，在单边暴涨暴跌时容易失灵。希望这个故事能帮助你生动地理解 KD 指标的灵魂。